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揭开了合约交易的真相，它是一个赌场，90%的散户都在亏钱，高杠杆就是一场定时的炸弹游戏。但讽刺的是，就在我们发布那些视频的同时，两个新的合约平台正在加密圈掀起疯狂。Hyperliquid 号称去中心化版的币安期货，全链上订单部零 gas fee，Hype 代币上线3个月暴涨20倍。Aster 最高支持1001倍的杠杆，背后疑似站着赵长鹏 CZ， 代币上线的第一天暴涨1500%。两个平台都说自己要颠覆加密衍生品的市场，一个强调技术创新，一个玩极限的杠杆。但问题是，他们到底是创新还是更危险的赌场？散户该怎么看？该怎么选？更重要的是，你真的应该参与吗？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 Hyperliquid 和 Aster 的终极对决。我们一块来搞清楚，为什么 Hyperliquid 被称为去中心化的技术革命， Aster 的1001倍的杠杆到底有多疯狂，以及这两个平台背后的真正的风险。让我们先来搞清楚这两个平台到底从哪里来的。 Hyperliquid 技术极客的理想国度。2023年的5月份，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团队发布了一个大胆的项目 Hyperliquid 超级流动。他们的目标很简单，打造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合约交易所。在此之前呢，合约交易一般都发生在大的中心化平台，比如说币安、Bybit。 Hyperliquid 想让合约交易的体验也要接近中心化的平台，但所有的数据全部在链上，听起来呢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去中心化交易所的痛点我们都知道，慢、贵、体验差。早期的 Uniswap 一次交易要等几分钟， Gas fee 甚至高达几十美元。 Layer 2 出现以后情况好些了，但合约交易的要求要比普通的代币兑换高很多，它需要毫秒级的响应，需要频繁的开仓平仓。如果每次都等链上确认，根本没法玩。Hyperliquid 的解决方案是自建 Layer 1 区块链，不再依赖以太坊，不依赖任何现有的公链，他们从零开始搭建了一条专为高频交易设计的链。核心特点有3点。第一，全链上订单部，所有的订单都记录在链上，透明、可验证、不可篡改。如果订单信息在中心化的平台上，他们是有能力进行篡改的，甚至他们作恶我们也不知道。第二呢，是零 gas fee， 用户交易不再需要支付手续费。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在中心化的平台上合约交易是要交 0.01% 到 0.05% 的手续费的，如果你频繁开仓平仓，手续费也是高的惊人。第三呢，是低延迟，出块时间1秒，交易确认几乎和 CES 上一样快。还有一点很重要，无需 KYC， 无需验证你的真实身份，你连接钱包马上就可以开始交易。如果你现在在中心化的平台上玩合约，首先第一关是你必须要做 KYC， 验明正身以后才能够继续。2024年的11月，他们推出自己的治理代币 HAP， 并进行了史诗级的空投。早期的用户平均获得了2万美元，甚至有人拿到了50万。这再次证明了空投在2024、2025年依然还有机会，只要你选对了项目。HYPE 上线以后呢，3个月从2美元涨到了35美元，涨幅达到了17倍，市值突破100亿。一时间 Hyperliquid 被称为去中心化版的币安期货， DeFi 合约赛道的革命者。机构、资本、散户纷纷涌入。就在 Hyperliquid 风头正盛的时候，2024年的12月，一个更疯狂的对手出现了 Aster。 的背景有点复杂，它由2个项目合并而成， Apollo X 老牌的 DX 和 Aster Rus 合并以后改名叫做 Aster。 它宣布支持最高1001倍的杠杆。是的，1001倍，不知道是不是想向1001夜致敬。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你用1000美元，你就能够控制整整100万美元的仓位，价格只要波动 0.1%， 你的本金就翻倍。我们拿比特币做一个举例，如果比特币涨 1%， 你就能赚1万美元。如果比特币涨 10%， 你的1000美元的本金立刻变成10万美元。
听起来是不是像印钞一样？但你不要忘了，只要反着走 0.1%， 你也会被瞬间清零。它的容错率只有 0.1%。更疯狂的是 Ether 代币上线的首日暴涨 1500%， 从 0.02 美元涨到了 0.3 美元，无数人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被套在了高位。Ether 背后最大的悬念是它和币安 CZ 有没有关系？传言说 Ether 是 CZ 出狱以后暗中支持的项目，虽然没有证据，但有几个巧合。首先是它部署在 BNB 秤上，第二是它的流动性来自币安的 Labs， 第三是推广的节奏与币安几乎同步。所以市场开始疯传 CZ 归来， Ether 是它的新式武器。我甚至怀疑这话可能就是 Ether 的项目团队自己放出来的风。对比一下这两个平台，一个呢走技术的路线，一个走炒作的路线，一个强调去中心化，一个玩极限的杠杆。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进入第二幕，技术与模式的终极对比。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平台放到显微镜底下，仔细的来对比一下。维度一，技术架构 Hyperliquid， 自建 Layer 1区块链，全链上订单部，每一笔订单撮合与清算全部都记录在链上，任何人都能够验证，这是真正的去中心化。你可以想象一下，交易的体验就像在币安交易一样，但所有的数据公开透明，不可篡改，没有人可以挪用你的资金，不能够篡改订单，不能够操纵价格，这个就是 Hyperliquid 的承诺。Ether 呢部署在币安秤上，采用了混合的模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没有像传统的交易所那样让买家和卖家直接撮合，在 Ether 里面有一个新的概念，流动性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庄家资金池，当你开多，这个资金池就自动的帮你开空，当你去开空，它就反过来帮你开多。换句话说，你赚的钱就是资金池里边亏的钱，你亏的钱就是他赚的钱。听懂了吗？这个不是撮合的市场，这是你和庄家的对赌市场。这种设计效率确实高，撮合更快，流动性更强，但代价是冲突更大。因为资金池和玩家从一开始就是对立面，你在交易，他呢在收割，这个已经不是交易所了，而是一种赌场的机制。维度二，交易的体验 Hyperliquid 零 gas 费，出块时间1秒，撮合速度接近中心化交易所，支持限价单、止损单、市价单，最高杠杆50倍，体验几乎和币安没有任何差别，但所有的操作全部在链上完成。Ether 是基于币安的秤，gas 费极低，支持极限的杠杆1001倍，界面简单粗暴，主打一键暴富。但问题是1001倍的杠杆意味着价格波动 0.1% 就可能爆仓，而加密的市场1分钟波动 1% 非常常见。这不是交易，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最血腥的俄罗斯轮盘赌。维度3，卖点与定位 Hyperliquid 的卖点是完全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级别的体验，定位呢技术革命，长期主义者的选择，口号去中心化不能是体验差的借口。Ether 的卖点极限杠杆，暴富神话，定位投机的天堂，短线玩家的乐园，口号1001倍的杠杆，一夜改命。维度4，生态与扩展 Hyperliquid 是独立的 Layer 1自成体系，可接入其他的 DeFi 应用，未来可能扩展出完整的生态，但挑战是冷启动难，需要开发者、用户与资金。Ether 呢则依附于币安的生态，直接获得流量红利，增长快，但依赖性非常强。一旦币安出事， Ether 也难独善其身。维度之5，风险的差异 Hyperliquid 有一定的技术风险，因为它是自建的 Layer 1，复杂度高，若代码出现了 bug， 可能导致资金损失。另外，虽然它号称去中心化，但早期的验证者有限，治理权限仍非常集中。Ether 呢，极限杠杆风险，容错率几乎为0%， 0.1% 的波动你就会爆仓。同时，它也有代币集中的风险， 90% 的 Ether 代币集中在少数的钱包，价格极易被操控。你看完对比，你会发现 Hyperliquid 是技术理想主义的实验， Ether 是投机者的天堂。
一个呢想改变行业，一个在收割散户。但市场会选择谁？我们进入第3幕，热点与争议，天使还是魔鬼？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2个平台各自的争议点。Hyperliquid 的优点，它是真正的技术创新，全链上订单部前所未有，零 gas 费，体验接近中心化，代币分发相对公平。早期的用户获得了大规模的空投，长期的潜力被普遍看好。它的争议呢，虽然号称是去中心化，但很多的人质疑验证者数量太少，治理代币集中，早期的投资者话语权太大了。这真的是去中心化吗？还是披着外衣的中心化？再看一个真实的风险案例，2024年的11月，一个巨鲸在 Hyperliquid 上开了1亿美元的 ETH 多单，杠杆20倍。结果呢，市场突然反转， ETH 暴跌 5%， 这位巨鲸瞬间被清算，1亿美元灰飞烟灭。这个不是 Hyperliquid 的漏洞，也不是黑箱操作，而是说明去中心化并不等于没有风险，清算机制依然冷酷无情。而且在流动性不足的时刻，一笔大额的爆仓就可能引发连锁的反应，巨鲸倒下，价格下跌，再带动更多的人爆仓，再引发更深的跌幅，形成清算的螺旋。Hyperliquid 的技术再强，也无法阻止人性的恐慌。Aster 呢是一把极限杠杆的双刃剑，它的优点也是它的毒性。极限杠杆吸金无数，代币暴涨，制造神话，依附于币安的生态，流量巨大。但与此同时，它的争议也在迅速的扩大。第一，代币的集中度惊人，链上数据显示 90% 的 Aster 代币集中在50个钱包以内，这意味着代币的价格完全可能被极少数的人操控。他们先拉盘吸引散户，再砸盘出货收割，这个是典型的老鼠仓的玩法。第二是它的高杠杆，这的确吸引人，但也引得市场一片骂声。2024年的12月15号 Aster 上线的首日，无数的散户冲了进去，开1001倍的杠杆，市场波动剧烈，短短1小时以内爆仓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几万人刚进场就被清算。有人呢在社交媒体上哭诉，我就想试试1001倍的杠杆，结果3分钟不到爆仓，1万美元没了。这个就是 Aster 的真相，它不是交易平台，更像是一套以暴富为诱饵的屠宰场，用暴富梦吸引散户，用极限杠杆完成清算。这个呢让我想起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的世界，有表面是金碧辉煌的澡堂，人人都在追逐黄金，沉浸于欲望，但背后呢是贪婪与被吞虐的循环。 We're almost there. What's this old building? It looks like an entrance. Wait for me! Mom! Dad! It's a bathhouse for the spirits. It's where they come to replenish themselves. 来的客人都以为自己在赚钱，其实一个个被系统吞没。Aster 也是如此，表面上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平台，人人都以为自己能够靠杠杆来发财，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这台精密欲望机器的燃料。看到这里边，你可能会问，那么这2个平台到底在跟谁竞争？我们进入第4幕，真正的对手，他们在抢谁的蛋糕？现在呢，关键的问题来了， Hyperliquid 和 Aster 他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谁？他们是不是在彼此竞争？ Hyperliquid 的对手其实是中心化的交易所， Hyperliquid 想抢的是币安 Futures、Bybit、OKX 的生意。这些平台呢占据了全球 90% 的合约市场，日交易量2000亿美元以上。 Hyperliquid 的策略是用去中心化的优势去吸引那些担心交易所跑路的用户，追求隐私，不想要 KYC 的用户，相信去中心化理想的用户。他的目标客户是资深的 DeFi 玩家，追求透明度的机构，长期主义者。但挑战是这部分用户只占市场的 10%，90% 的散户还是会选择币安，因为币安快、便宜、功能全，有客服能找回密码。 Hyperliquid 想撼动 CEX 路还很长。 Aster 的策略则完全不同，他不想做更好的交易所，他想做的是最刺激的赌场。他的目标客户是追求暴富的散户，
喜欢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徒，不在乎技术，只在乎能不能一夜翻身的人。他抢的不是币安的蛋糕，而是那些在币安上已经亏钱，想要孤注一掷的人，那些听说了1001倍杠杆能够翻身的人，那些被一夜暴富洗脑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在币安亏了5万，他不甘心，听说 Aster 有1001倍的杠杆，他想只要赌对一次我就能够回本，而且可能还会暴赚。于是呢，他把剩下的1万块钱 all in 进 Aster， 开1001倍的杠杆，3分钟后爆仓归零。这个就是 Aster 的商业模式，收割绝望的赌徒。那么 Hyperliquid 和 Aster 是竞争对手吗？答案是不完全是，他们的目标客户几乎不重叠。Hyperliquid 吸引的是理性的技术派， Aster 吸引的是疯狂的赌徒。一个是实验室，一个是赌场，但他们都在瓜分合约衍生品这块大的蛋糕，只是吃的是不同的部分。那么对散户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进入第5幕，散户的选择和陷阱。说了这么多，散户最关心的问题是，我应该选哪个 Hyperliquid 还是 Aster？ 我给你的答案是最好2个都不要选。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 Hyperliquid 还是 Aster， 本质上都是合约的交易平台。而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边，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90%的合约玩家都会亏钱。合约不是投资的工具，是杠杆的赌博。你可能会说，但 Hyperliquid 不一样啊，它是去中心化的，技术很先进。是的，技术的确很先进，但技术再先进不代表你就能够赚钱，去中心化不代表你不会爆仓。1亿美元的巨鲸都能够在 Hyperliquid 上被清零，你认为你能够幸免吗？你可能还会说，那 Aster 1001倍的杠杆，赌对一次我就发财了。是的，赌对一次确实能够发财，但概率有多大呢？1000倍的杠杆，容错率只有 0.1%， 也就是说价格只要反向波动 0.1%， 你就爆仓。可问题是，加密市场平均每小时波动在 1% 到 5% 之间，换句话说，只要你盯盘1个小时，被扫掉的概率接近抛硬币一半一半。让我们简单的算一笔账，如果你连续开仓10次，每次都赌对的概率只有 0.1 的14方的胜算，换算成百分比只有100亿分之一的胜算。这个不是投资，而是买彩票，而且是中奖率极低的彩票。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考虑参与这2个平台呢？对于 Hyperliquid，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 DeFi 玩家，理解链上的交易，有成熟的交易系统和风控纪律，追求去中心化，不信任 CEX， 愿意承担技术的风险，那么你可以尝试 Hyperliquid， 但要记住低杠杆5倍以内，小仓位，每次不超过总资金的 2%， 并且要严格止损。对于 Aster， 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的赌徒，明知道这是一个赌博，用的是输得起的闲钱，把这个当成娱乐，不当成投资，那么你可以玩 Aster， 但请做好归零的准备。对于绝大多数的散户玩家，我的建议是远离 Hyperliquid， 远离 Aster， 远离所有的合约平台，因为合约的市场是零和游戏，甚至是复合游戏，有人赚1块钱，就必然有人亏1块钱，而且交易所还要抽成。长期来看，只有交易所赢，散户只是炮灰。散户最容易掉进的陷阱是什么呢？陷阱1，把技术当成信仰。Hyperliquid 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所以一定安全。错，去中心化不等于安全，代码有 bug， 你照样亏钱。陷阱2，把运气当成能力。我在 Aster 上赚了1次，所以我有交易的天赋。1次2次赚钱是运气，长期稳定的赚钱才是能力。而 99% 的人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陷阱3，把赌博当成投资。1001倍的杠杆，只要赌对一次，只要赌对这么一次，这个不是投资，这个是俄罗斯轮盘赌。你在拿生活费赌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结果。在加密的世界，慢慢变富才是真正的暴富。定投现货，长期持有，参与质押，这些无聊的策略才是普通人能够赚钱的方式。而合约呢，无论是 Hyperliquid 还是 Aster， 都只会让你更快的亏光本金。我们现在进入尾声，谁会是最后的
赢家。所以呢，回到最初的问题 ，Hyperliquid 和 Aster 谁是下一个加密衍生品之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纠正一个认知：这场战争呢，比你想象的更加激烈，而且 DEX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已经不再是小角色了。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2025年的10月初 ，Aster 单日交易量820亿美元 ，Hyperliquid 的单日交易量100亿美元，两者合计920亿美元。而同期呢，币安的全平台现货加上期货单日峰值800亿到1300亿美元，平日的日均期货800亿到1000亿美元，现货200亿美元左右。看到了吗？在极端的情况下 ，Aster 加上 Hyperliquid 的交易量已经可以和币安平台持平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我们正在见证去中心化的衍生品的崛起。如果这是在2023年，我会告诉你 DEX 的交易量连 CX 的1%都不到。如果这是在2024年初，我会说 DEX 还在成长期，威胁不到币安，威胁不到 Bybit。但现在是2025年，游戏规则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想象一下，3年前去中心化的合约交易所就像一个街边的小摊儿，币安呢是购物中心，没有人觉得街边的小摊能够威胁到购物中心。但今天呢，这些小摊已经成长为大型的超市了。虽然还没有购物中心那么全面，但在某些的时刻，客户量已经不相上下。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市场的格局正在重塑。过去币安一家独大，占据70%的合约市场份额，现在去中心化 DEX 已经切走了10%到30%的蛋糕，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快速的增长。Hyperliquid 的日交易量从2024年初的几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00亿美元，一年时间增长100倍。Aster 更疯狂，上线仅几个月，日交易量就达到了820亿美元，这种增速前所未有。第二是用户在用脚投票。为什么这么多人从币安转向 DEX 呢？原因很简单， FTX 的崩盘教会了用户一件事儿：中心化的平台靠不住。SBF 挪用了80亿美元客户资金，赵长鹏被判刑，币安呢被罚款43亿美元。一次次的暴雷让用户意识到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alls。 即使是币安这么大的中心化的平台，也可能会出事儿。而 DEX 呢，你的币在自己的钱包里边，即使平台跑路了，你的币还在。这种安全感是 CX 永远也给不了的。第三，技术突破带来的体验性的革命。过去 DEX 体验非常差，慢、贵、功能少，但现在呢 Hyperliquid 做到了0 gas fee，1秒出块，体验接近于 CX。Aster 做到了极限杠杆，极致的流动性。技术进步让 DEX 的体验已经不输给 CX 了，甚至在某些方面 DEX 更具有优势，无需 KYC， 不会冻结你的账户，全球可以无差别的访问。但是这不代表 DEX 就赢了。让我们冷静的去分析，你以为币安会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它有几个杀手锏。杀手锏之一，流动性的深度。币安的订单簿深度是 Hyperliquid 的10倍以上，大额的交易在币安上的滑点非常小，在 DEX 上滑点可能很大。杀手锏之二，产品的矩阵。币安不只有合约，还有现货、理财、Launchpad、NFT、Web3 钱包，一个完整的生态。而 DEX 呢，目前只有合约交易，功能单一。杀手锏之三，用户的习惯。绝大多数的散户已经习惯了币安，要让他们迁移到 DEX 需要很强的动力，而对于很多人来说，方便比去中心化更重要。杀手锏之四，监管的护城河。币安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的牌照，合规运营，而 DEX 呢，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一旦监管收紧， DEX 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那么谁会是最终的赢家呢？答案可能是没有唯一的赢家，而是多方共存。未来的加密衍生品的市场可能是这样的结构：30%到40%的市场属于币安、OKX 这些大型的 CX， 他们服务的是追求便利、完整生态的用户；20%到30%的市场属于 Hyperliquid 这样的技术派 DEX， 他们服务的是追求去中心化、透明度高的用户；10%到20%的市场属于 Aster 这样的极限杠杆平台。
他们服务的是高风险偏好的投机者，剩下的市场属于其他的小型交易所和新兴的 DEX。 这个就是未来的格局，不是 CEX 消灭 DEX， 也不是 DEX 取代 CEX， 而是各占一方，服务不同的用户群体。但对散户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谁会赢，而是你该选谁。更准确的说，你该不该参与。因为无论是 BN、Hyperliquid 还是 Aster， 本质上都是合约交易的平台。再一次 again， 我们在上期的视频上说过，90%的合约玩家都会亏钱，这个是铁律，不会因为平台从 CEX 换成 DEX 就会改变，不会因为交易量从10亿变成900亿就会改变。Aster 单日820亿美元的交易量背后有多少人的爆仓，是多少人的倾家荡产。 Hyperliquid 100亿美元的交易量又有多少是理性的投资，多少是杠杆赌博。数据可以很漂亮，但亏钱的依然是散户。所以无论这个赛道如何发展，无论 DEX 如何崛起，无论交易量如何暴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那句话：远离合约，珍爱生命。 Hyperliquid 也好， Aster 也罢，币安也好，他们都在争夺衍生品之王的宝座，但无论谁赢，赢家都不会是散户。在这场战争中，最聪明的选择就是不参战。好了，今天呢，我们完整对比了 Hyperliquid 和 Aster 这两大新兴的合约平台。前者呢用去中心化包装风险，后者呢用1001倍的杠杆放大贪婪。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在同一个赌桌上收割散户。技术再先进，也挡不住人性；去中心化也拯救不了赌徒的心理。我不想在下一个视频里边讲述你的爆仓故事，也不想在下期的视频里边告诉观众又有多少人在 Aster 上倾家荡产。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这里，请认真思考一件事情：你来加密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夜暴富的赌博的快感，还是说为了长期的财富的稳健增长？如果是前者，那 Aster 欢迎你，但请做好归零的准备。如果是后者，请远离所有的合约平台，定投现货，长期持有，这个才是普通人在加密世界里边唯一靠谱的生存之道。最后呢，我来发起一个投票：加密的世界你会把钱放在哪里？ A. Hyperliquid 技术理想主义， B. Aster 极限杠杆赌场， C. 我都不选，老老实实的定投 BTC， 定投以太坊。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也欢迎分享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在合约交易中亏过钱，有什么血泪教训可以警醒其他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群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